欢迎收听华瑞投银观点。大家有没有想过，半导体界会不会诞生下一个 ASML？ 当市场目光都在台积电与 NVIDIA 身上时，摩根大通却在最新报告中点名了同样来自荷兰的半导体设备巨头 Besi。摩根大通将其目标价调升至342欧元，直言它在先进封装最关键的混合键合技术上拥有媲美当年 ASML 垄断 EUV 的绝对统治力。这项技术已通吃台积电与 NVIDIA， 即将引发先进封装大洗牌。这家设备商为何被誉为下一个 ASML？ 它如何筑起无法超越的护城河？摩根大通指出， BAC 最新释出的长期展望超乎预期，将营收指引上调至17亿到22亿欧元，核心驱动力就是混合键合。摩根大通维持对 Besi 优于大盘评级，并强调随着该技术在逻辑晶片、高频宽记忆体与共同封装光学的加速导入， BSRM 淤煤动能极强，估值溢价可媲美当年 EUV 导入时的 ASML。 此时保持谨慎还为时过早。我们来拆解摩根大通做出这个论断的底层数据与逻辑。首先是逻辑芯片中 SRAM 微缩瓶颈带来的强劲需求。摩根大通指出，这是目前混合键合最成熟的领域，台积电与 Intel 已大量装机。由于5奈米以下 SRAM 微缩成本极高且效能有限，混合键合能将先进运算晶片堆叠在低成本的旧制程 SRAM 晶片上，降低整体成本。目前台积电产能正从 AMD 扩展至苹果、博通，并预期于2028年导入 NVIDIA 的 Feynman 架构。华瑞认为，混合键合已成为突破晶片物理极限与制造成本失衡的唯一解方。这场结构性转变将为 Besi 奠定稳固的长线订单。其次是高频宽记忆体的世代更替。摩根大通指出， BASI 预期 HBM 将于2027财年导入混合键合，设备订单预计在2026年第4季浮现，2027年上半年开始出货，并由三星领军。虽然初期将与传统热压键合共存，但到了 HBM5 世代，混合键合将占主导地位，并于2028年下半出货显著加速。华瑞认为，随着下一代 GPU 功耗超越2000瓦， HBM 对散热与传输的极致要求将迫使记忆体三巨头转向混合同键合，开启 Besi 第二个100亿级成长引擎。第三是共同封装光学的爆发。摩根大通指出， CPU 是此次长期指引上求幅度最大的板块。台积电的 FOPS 虚光子技术正采用 Besi 的混合键合设备，能提供10倍能效与20倍超低延迟，吸引 NVIDIA、博通与世芯加入，甚至使 NVIDIA 采用 CPU 的时程早于其 AI 加速器。华瑞认为，光通讯革命来得又快又猛， CPU 量产速度证实了 AI 资料中心对低延迟的迫切需求，这将是 Besi 估值重估的关键点。最后是主流封装与 2.5D 市场的全面拉动。摩根大通指出， AI 加速器使键合步骤倍增，带动主流 Flip Chip 设备与 2.5D 先进封装需求，是 Besi 2030年主流营收模型上修 10%。 新推出的 Cameo Flex 平台更瞄准了 CoWoS-L 封装中大型与桥接晶片的粘合。华瑞认为， AI 不仅推动顶尖的 3D 堆叠，也拉动了主流 2.5D 与 CoWoS 的扩产潮，让 Besi 的营收结构更加多元健康。华瑞认为，市场目前最容易忽略的讯号是混合键合导入所带来的前段制程化支援体系与高强壁垒。摩根大通指出， BAC 技术领先对手2到4个世代，且量产需要极高规格的前段半导体级支援，因此 Besi 正与美台韩大规模建制支援体系与备品网络。华瑞认为，这代表先进封装与前段精研制造的界限已模糊。混合键合对简精度与精准度的极致要求，不像传统后段设备易被模仿。前段化的服务与支援网络将让后进者难以追赶，进一步巩固其垄断优势。投资人该如何调整宏观思维？华瑞认为，若摩根大通的判断成立，我们应关注先进封装的技术升级周期。在市场紧盯传统 CoWoS 扩产时，未来 AI 晶片的效能极限将由乌混键合的渗透率决定。此外，投资人应将2026年第4季记忆体大厂的混合键合订单及台积电Hope技术在各大客户的量产进度作为板块估值重估的关键指标。总结来说， BAC 在混合键合的绝对地位展现出类似当年 ASML垄断关键技术的影子，
当台积电、NVIDIA 与三星都必须依赖 BESI 来突破物理极限时，这家封装巨头的成长故事才刚开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启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